华为 Mate 60系列邀请您收看高光时刻。2年前，就是叶刘希强开博古腰甲，导致山茶遇难。华为 Mate 60系列卫星通话，纵横山海。双运河墙内户的皇家美术家儿邀您观看《西出玉门》。高深，怎么了？高深怎么了？高深，你别吓我啊！医生，来人啊！医生，这边，快！他有什么情况？医生，他怎么了？你告诉我，他怎么了啊？他这个伤，即使到黑石城也未必能治好。我们现在只能先救急，试着给他止血。你去外边等吧。啊！医生，你一定要救他！你一定要救他！希姐，希姐，大夫说高山的2处腹部的伤到了内脏，矿山设备跟不上，去黑石城也不一定有办法了。希姐，我们出关吧。我们去大医院找医生，不然高人真的会死的。行行，我们出关，立马出关，马上出关，好吗？别哭了，别哭了。知道了。师姐，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放心吧。那辆运兵卡车是什么意思？哦，是这样的，黑石城那头呢传来消息了，您杀了江斩，现在是谢衍的眼中钉，不定怎么报复您呢。所以赵老爷子发话了，但凡有出行呢，让我们一定保护您的安全。江斩的尸体找到了？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这么多眼睛都看到了，跌入金池，任何东西都化成血水了，哪还有什么尸体啊？希姐，走了。准备好了吗？出发！小六，你拿着。你要是还在意的话，就先用卡子把它挡着吧，等头发长好了再摘。哦。七爷曾经跟我说过，等你长大些，想把你嫁给我。我当时觉得挺好的，但是现在吧，我想通了，这种事情得你情我愿。我求求你，你救救他。旁人硬撮合，是撮合不来的。回去之后，我会跟七爷讲明白的，说咱俩不合适，硬拉扯，对谁都不好。当初救你，没想到是引狼入室。血眼112人，包括金协会长老9人，全都被你活活吊死。孙四海，
不许欺负阿和啊！别看你今儿立功了，但不能骄傲。刘希小姐，请您稍等片刻，我去通报一下。不用，我很快。刘希小姐，稍等片刻，我去通报一下。耽误1分钟不行吗？二位，到内室回避一下。刘希小姐，你最好不要碰我，我现在受着伤，一会儿摔倒都是你的锅。刘希小姐，请您稍等一下。别碰我！刘希小姐，邵老先生。我朋友受了重伤，能不能安排最好的医生和方式过来看看？你放心，我一定会精心安排的。黑市城的医生水平还是挺高的，而且医疗设备比较先进。那如果他们束手无策，我得有一个后备的选择。你不介意安排我出关吧？啊，当然不介意，毕竟人命关天嘛。关外的医疗水平一定是高于你的。谢谢。都听到了吧？听到了。我们刚聊到哪了？龙芝，羽林卫说你带走了江斩，你为什么不杀他？叶流西在打听江斩的下落，他对江斩的死心存疑虑。江斩现在到底在哪儿？江斩在哪已经无关紧要了。如今蝎眼上下都以为江斩死了。我已经完全取代他。斩草要除根，留着他后患无穷。龙芝，你是不是对江斩动了情，心软了？我对谁心软过？我是黑石城未来的主人，分得清大局轻重。江斩如何都影响不了我们现在的计划。老师，我打算就此收手了。你的意思是，叶流西杀了江斩，成了蝎眼的公敌，他自然会托庇于我们，听我们使唤，继续进出关内外，帮我们运送物资。现在蝎眼无主，你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从内部慢慢瓦解他。而且，现在已经碎了一只兽首黄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叶流西会拿2只兽首黄羊去开博古妖家，大破玉门关门了。老赵，你的羽林卫在叶流西手上折了多少步骤？当初要杀他的是你，现在要留他一条性命的也是你。通过这次交手，我发现叶流西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那个只为开关而不择手段的人了。既然他把过去都已经忘记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对他赶尽杀绝呢？赵叔，你别被叶流西现在的顺从给欺骗了。我们对他和江斩都用了魁，你对叶流西就这样放心吗？一旦他记起来，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你别把叶流西当傻子。他早就猜得七七八八，开始怀疑我们了。老赵，你想想，一个荒野生下来的乡下丫头，短短10几年就走到和黑石城对抗的巅峰，靠的是心地善良以德服人吗？只要她留这一天，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威胁。他刚才找过来，说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这个好办，找一些不太着调的医生过去，做戏要做足，免得他起疑心。
就是让他看到我们已经尽力了。可黑之城的本事就是这样，不是不帮，是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就等于在逼他出关。我就是要他出关。西出玉门这个计划是从他叶流西西出玉门开始，就以他叶流西西出玉门为结束吧，这样才算圆满。对了，赵叔，你帮我一个忙，就这2天吧，约长东出来见一面。这张牌也到了该用的时候了。医生，高深情况怎么样啊？伤口呢已经包扎了，就看恢复情况。那他还有生命危险吗？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谢谢医生。你去陪陪他，一会儿吃完饭陪你去看头。去吧，我去了。哎呀，你们都回来了，太好了！哎呀妈呀，这都受伤了，没事吧？没事。哎，具体啥情况？哎呀，回头再跟你说吧。甄四海在院子里呢，他这回啊算是立功了啊。甄四海，哎，这赵关寿还算靠谱啊，这地儿是比矿山看着要专业点儿。我老是能想起他死的时候的那个画面。的确，他那个时候和前1秒钟判若两人。早期审美太差，又像龙又像蛇的还有鹰爪，头上还有几撮毛。北堂，你被绑走这么多天，见过江斩吗？见过。那他手上有没有纹身？有。左手还是右手？左手，跟青芝的一样。西姐的跟他们也一样。那青芝不还笑话西姐学他们吗？当时你看了他左臂还是右臂？左臂。如果你真的和江斩是同伴，你们共同创立邪眼，那赵关寿他一定想除掉你们俩。他除不掉我们，然后利用我们失忆操纵我们，让我去对付江斩的邪眼。房东，好点了吗？好多了。你看这甄四海，跟你们去了趟黄金矿山，这一回来，嘿，这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看着是挺有活力的。哎，你呢？去了趟博物馆，有什么收获吗？有，我的收获啊，就是觉得人生在世，还是得出人头地呀。现在千万别跟我说什么英雄不问出处。一个人的出身不同，他的人生就会不同。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知道，我是个老李家的旁支，混了大半辈子了，没混出什么成就来。心想着，咱得上大城市，大城市机会多，咱得闯荡闯荡。成想我这一来，你也看见他们对我这态度了，连个博物馆都不让我参观。我这回能进去参观，这是托了人家刘希小姐的福，回头还得好好谢谢刘希小姐。哎，不过说实话啊，我这回一看，还长不少知识。人家那个博古妖家，跟我平常学的那个博古妖家，
他那个版本就不一样。比如说奎龙，长得像蛇，长鹰爪，脑袋扁圆，顶心上还长一撮头发，取名奎，乃龙生第10子。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水蛭，就吸血的时候，它会分泌出一种麻醉剂，只不过它伤害的是人体的大脑记忆。我记着上面写着，葵分3种，第一种叫吞葵，它能吞噬人的记忆，也能吞掉大部分记忆，留下小部分记忆。第二种叫代葵，它能把一个人的记忆严丝合缝地替代成另一个人的记忆，丝毫不差。第三种叫补葵，它能虚构出一种记忆，强加给你。太神奇！哎，干嘛你们？你们干嘛？你们干嘛？哎，黄金矿山的事情有蹊跷，我们要带他回去问话。他舌头都没了，你们问什么呀？怎么了？东哥，他们要把安和带走。带去哪儿啊？我们要带他回去问话。我们跟他一块儿去。不行，赵老爷子要单独见你。带走。老爷，昌东到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龙神的女儿叫龙芝，也就是你经常听说的龙大小姐。请坐。我说龙大小姐一直病重，不肯见人，原来是在江展身边伺机而动啊。那你们派出去的卧底不是刘希，是他呀？没错，叶流希本名叫叶青之，是他创立了谢眼。葵长得像蛇，长鹰爪，它伤害的是人体的大脑记忆。啊。赵叔，我说的没错吧？在这个局里，没有人是傻子。我们只是领先了一步，动了恻隐之心是会害死人的。2年前，黑石城一举歼灭了蝎眼在胡杨城的主力，是我用奎龙抹去了叶青之在关内的记忆，让他出关。龙芝小姐，我们差不多该走了。再过一会儿，博古妖驾将跟着兽首黄杨转动，这个地方将会被推向关外。你们先走。好，走。所有认识我和叶青之的蝎眼都不在，我又用叶青之的身份控制了分散在各个世界的蝎眼。从那以后，他就成了那消失的叛徒叶流希。奎龙上身，专以惑人，但他有个缺点，就是不能隐身，总会在左臂上留下一些印记。我的是3龙一体。叶青之和江展的是我身上的分支。
对叶流溪，我用了吞葵，抹去了他在关内的记忆；对江斩，对，替换了他对我和叶青之的记忆。我很好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看来你并不了解失忆前的叶流溪。我们本是想要和他友好共处的，可是他和厉王东一样，是要强开玉门，西出玉门。你知道他这样做会给关内外带来多大的危险？只要他一天不死，所有人都难以安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刘熙本就天生不凡吧？没错。关内人杀不死叶流溪，他每次都能侥幸逃脱。要想顺利的还古皮影人，恢复皮影驼队，我们只好找一个关外人来除掉叶流溪。而你，就是我选中的关外人。我不记得我怎么来的，不记得我是谁，我连这张脸我都不记得。我醒了之后，就在这棵树下，我发现了一个布包。孔央的照片就是在这里面发现的。所以山茶遇难那天，你在场？没错，2年前，就是叶流溪强开博古妖家，导致山茶遇难，也是叶流溪下令投喂山茶尸体，让你的朋友和你的爱人都变成了沙土人。所以你说你选中我，是想让我杀了刘熙，替山茶报仇？是吗？为自己的女人报仇，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那你还挺不了解我的。如果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刘熙开了博古妖架，引发了灭顶沙暴。可赵老先生说过，谁都没有想到那次后果会那么严重，玉门身魂会分离的那么厉害。是山茶运气不好，正好撞上了而已。是，孔央是离开了我，山茶也没了，但这件事儿要不要算在刘熙头上，不是你2、3句话就可以下定论。很可笑吗？整件事都很可笑啊。可你别忘了，我是个关外人，在我们那儿不流行以血还血那一套。你随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让我杀了刘熙，太天真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昌东，你觉得我有那么傻吗？就因为叶流溪强开博古妖架，导致山茶遇难，我就笃定你会听我的话，乖乖去杀叶流溪吗？关键的点还没有接呢。
这奎龙也太厉害了，能把人的记忆也能篡改了。没想到叶流西才是真正的青之，真正的卧底是龙之。原来这就是双之竞秀，青气盘龙。失忆前的叶流西呀，自有野性，不羁神秘。那是沙漠里怒放的玫瑰，肆意张扬。失忆之后呢，这个叶流西就软了很多了，生命中反而多了些许牵挂。那叶流西当初为什么要开关呢？起初他应该只是想让关内的人们也像关外的老百姓一样过上幸福开心的生活，不再受这个4大家族的压迫。但是后来他遇到了昌东、肥堂、高深、丁流，他逐渐的懂得了爱与尊重。他的想法呢，也就慢慢的改变了。那他最后还会开关吗？展爷和叶流西呢？我们负责在城中放火，展爷则按照计划在赵关寿那里偷兽首黄羊。怎么，展爷还没回吗？走吧。郡主，咱不等展爷了。今晚我们在黑石城这么一闹，羽林卫8成要派出异兽出城。江展如果拿到东西，他自己会回来。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走。哎，展爷回来了，快！哎，过来！展爷，这儿。怎么样？我没能找到兽首黄羊，还差点出不来了。遇到天下无贼了？是，水流街带救了我，而且他还受伤了。需要2只兽首才能开启博古妖架，现在只有1只。恭喜，看来好事将近。走了。你生气了？以后在青主面前，不要再闹作了。你是怕他知道，还是怕我知道你心中有的？别说了。我要说，这2年，青之待在歇眼的时间并不长，认识他的人也不多。他主要负责的只是关内外进出运货。歇眼能有今天，有一大半功劳都是你的。就算你们现在分家，也算对得起他。如果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你就在我面前立刻消失，永远也不要见我。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背叛青之。谢眼是青之的。如果有一天，我和青之对起来，你帮谁？他救过我的命，我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他。你我能在一起，也是因为他。就算是我的女人，敢伤害青之，我照样剐了他。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两朵灵芝，谁是杂草，谁是仙。潜伏的梦寐，悄然布下隐藏的魔尾，明
用沉香化作那情的壁垒。当封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当选择继续为征途坚定无畏，当诡谲的世界与平行现实相悖，让彼岸蔚蓝面散场相偎。42杯真假错推，虚实将成罪，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只要踏入乾坤，哪怕千古雪纷飞，只为万世无愧。世事将沉醉，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